好，活动开始。嗯，好，大家的2025年都过得好吗？好，那今天第一个桥段是我们先回顾2025，然后后面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对2026有什么期许。嗯，好，那2025等一下会提到好几个那个研讨会，然后先给大家一些坐标。上面是台湾的研讨会，然后下面两个是日本的。然后上面研讨会8月9号、8月10号是RubyConf Taiwan，然后今年有跟 COSCUP 一起办这样子。然后4月16、4月18是日本 Ruby 开季，然后11月6号到11月7号是 Ruby World Conference。嗯，好啊，这几个时间记得，等一下会考。好，那大家先帮自己拍手一下。2025年我们达成了9个实体的技术聚会，然后我们有一些人有去高中，就是跟高中生教他们用 Ruby 跟 Rails，然后有办了一个 RubyConf Taiwan，然后做了第一次除了就是 Ruby 开机以外的地方办 Co Party。嗯，然后 Co Party 还有就是 Extension 版，这个等一下会讲。嗯，然后最后一个桥段就是大家一起来想想2026，大家想要在社群里有什么样的互动。好，然后因为可能有人有一点害羞，或是呃有自己的节奏。嗯，好，所以可以扫 slide，等一下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扫 slide，那当然你也可以举手。嗯，然后木凡可能帮我看一下，如果有人举手我没看到的话。好，耶，那我们就从 Ruby 卷开始讲啦。那 Ruby 卷今年上半年有办2月、4月跟5月，然后第一个是Andy Piper 在数位人权 Conference RightsCon 的时候有来台湾，那我们就把它搬过来，然后就是办了一个技术聚会，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他他是那个 Mastodon，就是有一个很像推特或 Blue Sky 的东西。大家可能没有在用，或是有听过。嗯，然后他是用 Ruby 写的，然后当天有一些临时政府的人来跟他就是讨论一些去中心化的社群网络的事情，然后还有在 protocol 的标准上要怎么实做啊，还有这些标准是怎么定出来的，这个蛮有趣的一场。嗯，然后再来就是4月啦，那4月刚刚有提到 Ruby 开季，那每次 Ruby 开季回来呢，就是木凡就会抓一票他的同伴跟大家分享活动见闻。那今年就是我跟 Alex 来，好，然后当天有那个卡米哥有分享，就是做 MCP server。嗯，那5月的时候，我们两个主题，一个是code coverage tool，跟当时有做一个那个 Ruby Info Bot，就是大家如果加到 DC server，就会看到这个 bot 在帮大家每天就是监视那个有什么 Ruby 的更新，然后翻译成中文这样。嗯，好，那就是左上角这位就是 Andy Piper。嗯，然后嗯，右边是右边这个，就是我们 DC server 里面有一个 bot，它会去定时的看那个 Ruby 的论坛的更新，还有讨论，然后翻译成中文，然后送讯息到我们的那个 channel 里边。嗯，好，那在前面可能有发现怎么没有3月？那3月其实我们跑去那个高中
就是带小朋友用 AI Agent VS Code，然后去写一些Ruby 啊 Rails 的 App 这样子。然后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吗？好，好，然后就是嗯嗯，然后这个机会是去中山女高，然后他们就是写北部高中的那个电子研究社有一起办一个联合社课，然后我们就去那边跟他们一起，就是有一些讲题，然后讲 Ruby 是什么样的语言，然后还有 Web 开发的事情，然后再加上辅助 AI agent，它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事。那其实那天对我本人就是最冲击的是看到昌实的工作流程，就是极度有效率。好，那这可能是大家比较不知道的事情。OK，然后就到了7月，7月的时候其实已经要8月的 RubyConf 台湾了。那 RubyConf 台湾之前就是会有一个导览，那就是我我带大家导览了一下那今年有哪些主题，然后有哪些东西可能哪些知识可能是大家过去有一点心魔，然后不太敢接触的，我就稍微用简单的方式就是讲解释一下这样。嗯，好，那我们也稍微看一下那个 RubyConf 有点到什么主题好了，这其实还蛮广的，就是我们主办也是操碎了心在选这些题目。那就是包含你们日常会追的 AI，然后 Async，然后 language 本身的 feature 啊，那它为什么这样设计，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平常都会用的 Rails 跟 DevOps 等等的。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回去 RubyConf 台湾的官网来看一下，这些讲者他们分享了什么内容。然后 COSCUP 的 YouTube 现在也有当时的录影。然后其实我们近年在研讨会很常就是出现一些跟小的硬体，然后或是跟parser 有关的一些主题。我为什么放不出来？哦，没关系。就是跟 parser 有关的一些主题。那我们当时也有我们在 Conf 里面有这个主题，然后在 Conf 之前也有就是带大家一起来看可以怎么入门这一些知识，然后在这些讲堂里面不会太就是觉得很 overwhelm，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这样。那也有一些从未在其他 Ruby 研讨会发表过的新东西，像是讲CPU 架构啊，或是3D 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跟经营有关的东西，这样子。一个挺丰富的研讨会。嗯，那 RubyConf 台湾呢，有个周边活动，就是我主办的啦，就是 Code Party。那 Code Party 其实是每年在Ruby 开季，就是日本的 Ruby 技术研讨会会有的一个 side event，然后就是会有社群里面核心的一些贡献者啊、开发者，包含 Mats 本人，然后会跟大家一起在每一桌的主题里面去做互动跟讨论，然后一起做一些事情。那其实有一些那个 Jam 的更新啊，就是从这些活动里面生出来的，就是刚好大家就在那个时候就讨论说，我觉得这东西要改，然后这东西不错这样子。嗯，那我们今年有Mats 带大家了解 mRuby 跟 Ruby 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也有请 Samuel 来带用 Async 来写一些游戏，然后还有Okula 带大家就是挑战 Meta Programming 这样子，然后还有大豆就是跟大家玩些跟城市有关的互动游戏，然后仓史跟卡米哥就是带大家讨论 AI 工具这样。然后这个是当时的，就是互动，就是那个 Mats 就是在跟大家玩游戏。好，这游戏就是他只能看键盘，不能看荧幕，然后大家要引导他去写出指定的 Ruby 的 code。
非常困难，但是 March 很快就通过了。好，那可以放影片，放影片。好，就是当天的感觉，其实是像这样子，其实就也是在这里，然后就很多人在一起，大家都喜欢城市，然后一起讨论城市，然后有交流这样。那也有人就是参加完之后跟我说，觉得跟坐在讲堂里面又能够更亲近的跟就是社群核心的贡献者有互动啊，觉得不错这样。好，马刺超认真。那就是那一天的隔天呢，大家要意犹未尽，然后那个 Samuel 的 Async 的主要的维护者就又带大家都是办了一个小的 co party，嗯，大家非常认真。好，那个轰轰烈烈的那个8月结束之后，8月初结束之后，我们就到了 Ruby 卷的下半年。那大家应该有发现，就是这一份列表里面有超多重复的人，对，就是卡萨也是自肥之类的，好吧？就是呃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我们一直都有在征稿。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聊聊的、分享的主题，不管多小，你都可以到我们的各种社群平台上面去找到报名那个 Lightning Talk 的表单，然后就把它按下去，填上你想要发表的主题，那我就会去找你。好，那我们8月的主题呢是我工作做的事情。那 LMS 是教育科技的管理系统，然后我就抓了我的那个同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维护这个已经14年的专案有什么的特殊的心得，还有踩坑分享等等。然后再来就是Alex 跟大家分享他 Cloud Code 跟 Git Worktree 的心得，然后10月是木凡，他准备要去那个 Ruby World Conference，为什么要扶额？他准备去 Ruby World Conference 的时候的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就是他用 Ruby 的 parser 的概念去实做，就是台语的分析，然后有做出一个那个政府的台语的资料库，然后11月就是上个月是汤匙跟大家分享那个他觉得在 Ruby 圈里面查你的那个套件的文件有一些比 Context7 还要好用的东西，然后这个也有影片，就是大家可以去 Ruby Taiwan 的 YouTube 去看看。然后12月就是今天啦，等一下的重头戏。好，那刚刚讲到我们就是没有人投稿，我就想到呃那个日本 Ruby 开实验室的一个朋友，他就说，你 CFP 前面你可能都没有人投稿啊，只要你说 deadline 会到了，就是你可能就会被如雪片般飞来。所以我有一个 action 可能就是之后会就很常出来跟大家说，那个期限快到了，大家快想，你有什么点子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不然就是我们几个人的脑袋再怎么灵活，也就变不出新把戏。好，那就是下半年的活动的照片。那刚讲到那个 Ruby World Conference 啊，那后来呢？后来莫凡反正他 CFP 上日本的那个 Ruby World Conference 就上了，那他就去讲了。对对对。对，然后他去讲了之后，就引起一些日本蛮大的回响，然后因为他是在那个 Ruby Taiwan Ruby Conf Taiwan 的时候，看到那个日本的主要在维护 parser 的那个贡献者的一些分享，然后我们要切，嗯好，然后我想说它好像会显示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嗯嗯，
照片，好吧，对啊，嗯，好，没关系，我们先继续好了。然后右下角是那个 Ruby Taiwan 也有去现场放，就是有摊位，就是跟 Ruby City 一起的摊位这样。嗯，好，我继续喽。好，那这个事情就是这个猫头鹰同学，就是那个日本的 Casa 的主要贡献者，然后他就看到有人拍那个木凡的投影片，里面有提到他的发表，然后他就说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就有人跟他说卡内克桑你的发表正在帮助台湾台语的发展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就是听到这件事觉得很开心这样。然后右下角是今天那个今天木凡发现那个有一个讲 Ruby 的技术相关的媒体也有报道他的这个分享，这样，就是 Ruby 这个语言就是在各个产业去帮助大家有所进展。那在 Ruby World Conference 的时候呢，我们台湾有一位开发者，就经过10年的贡献，然后受认可为就是 Ruby 的 committer，然后他也得到了今年的Ruby 贡献奖的肯定。那我就斗胆分享他的这个受奖，然后他也给我们一些很棒的鼓励。那他也今天也会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回答大家的问题，跟大家互动。好，那看一下大家现场有想要立马就是讨论的事情吗？就是关于明年希望社群有怎么样的活动？有吗？有吗？还是那个我知道有的是第一次来啦，对，那个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对啊，太安静了吧？Slido 也没有人提问题，还是有哪一页大家想要更了解？Cindy，你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或是你有什么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吗？参与卢比社群哦，我觉得大家可以，如果喜欢日本的话，就可以写 Ruby，然后去日本参加各个活动，还蛮好玩的。就 Ruby 开题如果没有去的话，我觉得蛮可惜的。这一辈子至少要去过一次，会体验非常不一样的社群活动。对，就是知道什么叫做日本人的严谨跟办活动的细心的。对，然后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然后非常好玩，然后喝很多酒的。谢谢你，这段没有蕊过，我很抱歉，抱歉。好，对，如果很爱喝酒的话，也可以，非常欢迎。嗯，对。或是其实如果大家不是想要发表，而是想要知道什么主题，也可以跟我们说。就是，大家知道 DC Server 在哪吗？哦，这是我们的赞助商，就是长期赞助我们的场地跟就是对，感谢 P Clutch，就是赞助我们场地。然后最近我们也有就是得到 Ruby Central 的赞助。好。好，那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明年第一个 Ruby Jam 是1月27，然后预计主题会跟 Rails 有关，那大家可以先就是关注一下之后的公告，然后这边有 link tree，就是等下大家可以找 Ruby Taiwan 2008，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在各个平台上面的发文，然后还有曝光等等的。
那等一下我们先休息15分钟，那大家可以还没拿那个饮料跟食物的赶快拿，然后去上下厕所，然后我们就开始，等一下就开始那个15分钟后开始今天跟 Stand AMA 的桥段。